古时候，车马慢，路途远，人们在出行的途中，难免要在各种荒山野岭露宿。人生地不熟的，总是容易遇到一些古怪的事儿。明朝万历年间，浙江石门县有一个叫张丽的中年人，在县衙做隶书。一天，他奉命下乡催缴钱粮，偏偏这荒郊野岭的张丽走了一整日都没找到一家打尖住宿的客栈。直到天色渐暗，他才找到一个村庄落脚。要说这个村子呀，着实古怪，里头10几家茅屋全是黑灯瞎火，空无一人，仿佛一个鬼村。张丽连喊了数声都无人回应，正要放弃时，远远的村尾的一间茅舍隐约露出一丝微弱的灯光。他摸黑走到跟前，大声喊道：“我是县衙李叔张丽，因为催粮耽误了时间，晚上无处落脚，烦请让我借住一宿。”可待他说完，等了半晌呢，屋内却依旧无人回应。张丽心里纳闷啊，但天已经完全黑了，这时候如果走了，恐怕就无处可去了。于是他蹑手蹑脚地推开房门，走了进去了。这屋子真破呀，无椅无凳，遍地铺着厚厚的稻草，唯一的家具就是壁上立着的一盏油灯了。随着一声呻吟，张丽才注意到灯下的稻草中竟然还睡着一个干瘦枯竭的人。此人面长无齿，面孔就像是用灰纸糊上的一样，表情麻木，嘴里还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，就像是得了重病一般。客人莫怕，我身子无力，还请您自便吧。主人站起身，有气无力地告诉张丽，近来全家都染上了瘟疫而亡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，现在也被传染上了，无法招待客人，着实见谅。张丽无奈，但是现下自己呢，依然饥肠辘辘，明日还得走上一整天，不吃饱怕是没有办法上路的。于是赶紧点出200文钱，恳求主人帮忙捣鼓点酒食。主人纠结着答应了，就转身出门去买酒食去了。恰巧的是啊，主人刚出门不久，油灯的油就烧完了。随着油灯寂灭，四周黑暗，屋子里的角落里也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有人立身站起来一样。张丽的心中大为惊疑，马上翻身坐起。但是此时油灯已灭，周围伸手不见五指，睁眼看去也是一片漆黑。于是他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火石接打，想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只听啪的一声，火光响起。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，他看见屋角竟然站着一个蓬头散发的人。这个人靠着墙站着一动不动，似乎是个女人的样子。张丽颤声地问：“是谁？是谁站在那里？”无人应答，女人只是直直地站着，不言不语。张丽颤抖着手，用力地击打火石。随着火光乍起，这次他看清了，对面的女人肌肤蜡黄，全身枯竭，七窍之中还有淡淡的血迹，就是一具可怖的僵尸啊！最诡异的是，张丽每击打一次火石，这张恐怖至极的脸似乎就离自己更近了一步。他吓得心都快跳出来了，扭头就朝着门外狂奔而去。僵尸也随之跟出了房门。救命！救命啊！张丽这么一路狂奔着，一直跑出1里多路。余光看去，那僵尸竟然还在自己身后穷追不舍着。张丽彻底绝望了。就当他要放弃时，只见道路旁边有一小店，人影幢幢，灯火通明。他如同看到救星一样，一头扎了进去，大喊一声就倒在地下，不省人事了。偏偏这僵尸随着在门外数步也倒了下去。张丽苏醒后，将所有的经历据实以告。酒家听罢，连连叹息，说着：“哎，我们这整个村子都染上了瘟疫，10室9空，死人甚多呀。追你的僵尸大约是刚死，还没来得及入殓，感觉到人的阳气而走破诈尸了，所以才会追人。至于你说的主人，恐怕也已经凶多吉少了。”张丽惊魂未定啊！自那之后，他再也不敢随意夜宿他家了。时间一眨眼到了清朝，这次的事儿更加凶险。道光年间，在江苏泰州，有一个书生带着几个仆人，准备远赴湖北，为当地道台做幕僚。这长路漫漫，
书生带着仆人奔波了数日，身心俱疲，就想赶紧找客栈好好的休息一番。可几人一路走来都没有看到落脚的地方，直到天黑才隐约看到一家客栈，偏偏这客栈也已经满房了。为了落脚，几个仆人只能住在马厩里，书生也被安排和另一个客人合住。这合住的地点不是客栈，而是不远处的一间低矮平房，里头摆设简陋，只有一张桌子依然油灯，灯光昏暗，微弱如豆。南北还各有一张土炕，北炕上躺着一个男人，身上不仅盖着被子，头上还戴着毡笠，看不清面容。现在可是大夏天呢，这男人怎么这种打扮呢？书生的心里疑惑，刚刚合衣躺下，忽然就看见北炕的客人唰的一下掀开被子，直直地坐了起来，隔着桌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。这客人面色发青，两眼翻白，双瞳缩成绿豆一般大小，根本不是活人，反而是一具刚刚转化的僵尸。书生吓得赶紧翻身，就想躲进床下，偏偏这土炕四周自下至上用砖砌成，围的是密不透风，哪里有洞可以钻呢？电光火石间，他忽然想起以前曾听人说过，凡死人的尸体必须要借生人的阳气才能变成僵尸，只要一直盯着尸体，四目相交，以纯阳克制阴，尸体就不能动了。于是书生打起精神，睁大双眼使劲瞪着僵尸，连眼皮都不敢眨，僵尸也不再动弹，反而双眼紧盯着他，果然有用。此时已经是盛夏，书生的额头上的汗水也一滴滴流到了眼皮上，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，时间长了终究会支撑不住的，只能想办法逃出去。此时房子的门栓插紧，要怎么才能正视着僵尸逃出去呢？书生一阵摸索，正好摸到了方才出的烟管，当下就一边瞪着僵尸，一边用烟管悄悄地去拔门栓。几下之后，只听咯嗒一声，门栓被拔开了。书生此时再也支撑不住，转身就跑，僵尸也从床上抱起，向他直扑而去。眼看僵尸就要碰到自己的衣尾了，书生当即摔门，这僵尸猝不能避，当即被关在门里。此时已3更半夜，书生已然气急败坏，将睡梦中的店主叫醒，厉声质问：“你店中有死人，你居然敢让我和他住在一起，也不给我说明。今夜那死人尸变，差点害我一条性命，你可知罪？待我报得官府，就你好好治罪。”店主面色惨白呀，自知理亏，口中不住求饶着。原来这本是他雇的一个伙计，因为昨天中午突然得了暴疾，不到晚上就死了，这才暂时将尸体呢放在那间屋子里，又因为贪图书生的钱财，这才安排书生住进去的。到了次日啊，数人前去搜寻僵尸时，发现那僵尸的双手手指竟如木钉一样紧紧插在门板上，拔都拔不出来，可见僵尸的威力之猛，众人届时惊惧不已。人们担心这僵尸再起作乱，只好将僵尸连着门板一起拆下，焚烧殆尽。当然，这2则故事均来自古籍，是先人编撰的传说故事，并不是真实的，大家可以放心观看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，可以点赞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